各位乡亲，我今天是带着100万现金来收荔枝的。前几天咱们刚谈好收购价格，现在我这边已经准备装车了，你们怎么能集体反悔呢？反悔又咋地？这荔枝是我们自己种的，宁可让它烂在筐里，不卖给你这个压价的黑心商人。就是小林，你好歹是咱们村走出去的，你爹为人老实了一辈子，你咋能这么坑我们呢？李婶儿，我坑你们啥了？小易，你先别着急，大家就是一时糊涂，你给叔伯们一点时间，我再劝劝。爸，没有他们这样的，当初说好的，怎么能说反悔就反悔？林老板，你可知道，现在市场上的新鲜荔枝都卖到30一斤了，您倒好，只给10块，这跟明抢有什么区别？你是林老板，实在对不住，这是咱们村的大学生柳如烟，名牌大学毕业的，懂得多。今天就由他代表咱们全村人，跟您重新商量下收购的事。赵村长、柳同学，合同早就签好了，价格也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，现在货都备齐了，还有什么好商量的？眼下正是荔枝保鲜的关键期，咱们先装车，要是耽误了保鲜，最后受损失的还是大家。有什么诉求，等装完车，咱们找个地坐下来慢慢说，行不行？对，乡亲们，先装车，有话好说，别耽误了果子。慢着，想装车没门儿。对，我看谁敢动我家的荔枝！要不是我们如烟上过大学，见过世面，我们还真傻乎乎的听你的了。这可是我们全家辛辛苦苦忙了1整年的收成，绝不能就这么便宜卖了。王婶，咱们当初签合同的时候，您可是亲口答应的，今天交货，现金结款，您现在这样是要毁约吗？合同在真正的市场行情面前，这就是一张废纸。时代不一样了，现在是互联网时代，市场经济，价高者得。当初那点价格放到今天，连成本都不够，早就不作数了。乡亲们，你们都说说，现在市面上的新鲜荔枝都卖多少钱一斤了？天哪，如烟说的对，最便宜的都卖到30多了，好一点的都40了。咱们这么好的荔枝，凭什么只卖10块一斤？咱们亏大了。林老板，听见了吧？您给的这个价格也太不厚道了，这是把我们当傻子耍呢。柳如烟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你说的30多、40多那是零售价，不是我们的收购价，这里面差着物流、保鲜、包装的成本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还有，做生意最讲究的就是契约精神。咱们村都是种植大户，当初荔枝滞销，没人愿意来收购，是我站出来给你们保底价格，承诺不管荔枝品质好坏，都按10块一斤收。那时候你们怎么不说要按市场规律来？就是还有那些林总投资的保险设备，是林总给你们请农技员，免费帮你们指导养护，才让这批荔枝长得这么好。如果真要按你说的市场规律，这些投入是不是也得算进成本里，加到荔枝价格上？那是你们自愿的，没人求着你们送设备请农系员，你们自己愿意投，跟我们的荔枝价格有半毛钱关系吗？好，那你说你们想卖多少钱一斤？看在你送了设备请了农技员的份上，我们也不狮子大开口，不要40，就20一斤，怎么样？够意思了吧？20一斤？你知道现在国标1级新鲜荔枝的收购均价还不到20一斤吗？你们张口就要20，这不是漫天要价，这是敲诈。随你怎么说，反正荔枝在我们手里，主动权在我们这边。林老板，你这10辆大卡车空车回去，油费、过路费，再加上违约的损失，少说也得亏几万块吧。你把这些荔枝拉回去，稍微包装一下，卖到30、40一斤都轻轻松松。我们只不过想跟着分点薄利，这过分吗？做人别太贪心，否则胃口太大，容易噎死自己。赵村长，你也是这个意思吗？林老板，您看乡亲们也不容易，而且现在荔枝行情确实涨了，您就当发发善心，20块一斤，对您来说也只是少赚一点而已，少赚一点。赵村长，我原本准备把收购价定到10块一斤，那是我对乡亲们的体恤，是我的诚意。可你们呢，把我的善意当成软弱，把我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，你们这是把我当成了可以随意拿捏的冤大头。20一斤绝对不可能，但我考虑到最近天气多变，大家种荔枝也不容易，心态有变动，我可以退一步。哦，林老板终于想通了，说说看，你愿意出多少钱一斤？13一斤，这是我能给出的最高价。这多出来的3块钱，算是我林毅交的朋友，也是我最后的诚意。现在装车，现金结款，绝不拖欠。13一斤？林老板，你这是打发叫花子呢！我都说了，这荔枝值40一斤，你给13，心也太黑了。林老板，你这是把我们当傻子呢？20一斤，少1分都不行。你要是没诚意就请回吧，这荔枝我们自己留着直播卖，到时候卖到40一斤，你可别眼红。对，我们自己卖。黑心
大家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我儿子好心来收荔枝，当年荔枝绩销烂在树上没人要，是小易挨家挨户斗底收果，才没让你们1年白干。现在行情一好就翻脸，咱们做人不能这么忘恩负义呀！爸，别说了，您先回家吧。全体都有，掉头回城。林老板，咱真走啊？这可是10辆车，油都加好了，要不再谈谈？稍微加一点价，这批荔枝品质这么好，拉回去就能变现，丢了太可惜了。不谈了，张师傅，你记住，做生意亏钱可以再赚回来，但要是被人骑在脖子上欺负，还得赔笑脸，那这辈子都值不起。执行命令，全体都有，收车回城。林毅，你赶走！你今天要是走了，以后我们荔枝村的荔枝一斤都不卖给你。各位乡亲，今天这番话这个态度，我林毅记下。究竟是我对不起大家，还是你们忘恩负义、不守信用？天地良心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少在这装好人吓唬我们，我们凭什么不能要高价？这荔枝是我们一滴汗一滴血种出来的，你就是想低价收走，转手赚大钱，心太黑了！你仗着村里人不懂行，我还不懂吗？行，既然你们觉得利润都该你们拿，觉得我在赚黑心钱，那我成全你们。你不是有本事有门路吗？尽管去直播，去卖高价。这桩生意我不做了，这份天大的富贵我林毅享不起，就留给你们自己慢慢享用吧。不准走，谁都不准走，这是我们荔枝村的路，你想走可以，把钱留下，不给补着费。今天你们的车一辆都别想出村。你说这是你们村的路？当然，这是我们荔枝村的地盘，路也是村里的，你想从这儿过就得交钱。好一个村里的路，你们是不是忘了这条水泥路是我林毅自掏腰包30万修的？当年你们烂果运不出去，雨天一脚泥，晴天一身灰，是谁出钱出材料给你们修了这条能走10辆大卡的路？你们今天用我修的路拦我的车，抢我的货，还要留我的钱，那也是给我们村修的，现在就是我们的，你想走就得留下买路钱。联系施工队，立刻到荔枝村，把我出资修建的进村主路全部刨掉。你敢？林毅，你疯了！你刨了路，我们怎么出门？荔枝怎么运出去？你们的路你们自己修，我的路我想刨就刨。从今天起，这条路你们再也不配走。全体都有，收车回城。完了，路没了，咱们荔枝还怎么运出去啊？林毅也太狠了，真把路刨了。乡亲们别慌，不过是一条路而已，路没了咱们以后再修，可咱们的荔枝还在，咱们的高价还在。你们都看清楚了，他就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，一看占不到便宜，立马就怂了。这一局是我们赢了。是啊，不愧是大学生，如烟真给咱们村争气，那么大的老板照样被你顶回去了。哈哈哈哈！就听如烟的，咱们自己直播卖，价格咱们自己定，一定能发大财。老板，咱们投入的保鲜设备、垫付的农技指导费用、冷链定金，加起来快10万了，这窟窿怎么填？就当学费了。通知法务部，准备起诉荔枝村全体签约农户违约。虽然钱大概率要不回来，但我要让他们在征信上留下农牧种采的一笔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那客户的荔枝缺口怎么办？去联系两广核心荔枝基地，虽然价格高点，但量大管够，钱少赚点没关系，信誉不能丢。大学生回乡助农，枝头现拆鲜荔枝，拒绝中间商赚差价。今晚首场直播，家人们快看，这是咱们荔枝村现拆现发的新鲜荔枝，今天给家人们放福利，不要39块8，也不要29块8，只要28元一斤，包邮到家。看看这汁水，这甜度，懂货的姐妹把想要打在公屏上。28一斤这么贵，超市才10几块，产地荔枝不是应该更便宜吗？怎么比城里还贵？主播有食品经营许可证吗？有保鲜检测报告吗？荔枝容易坏，发什么快递？坏了包赔吗？咱们是农产品自产自销，国家支持的，不需要那些乱七八糟的证，全国包邮，坏果包赔。真是无知者无畏。老板，您是说荔枝村那些人吗？不然还有谁？他们真以为对着手机喊2嗓子就能把荔枝卖出去收钱，太天真了。没有品牌背书，消费者的信任成本能有多高？更何况荔枝是极难保鲜的水果，没有专业冷链、防震包装和预冷处理，普通快递寄10箱至少坏8箱。您说的对，28元一斤的定价，消费者对包装物流售后要求本来就高，
他们就拿最原始的竹筐塑料袋装货，还想卖出精品水果的价格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卖出去了，真卖出去了，几百单！还是我闺女有本事，咱们这就发财了。连夜打包，明天一早全部发走。一单快递费15块，扣完也比卖给林毅多赚不少啊！可不是嘛，我看他就是想坑咱们，还是如烟厉害。看到没？跟着我干，绝对比卖给中间商强。如烟，快醒醒，这是咋回事啊？这手机一直响，全是骂人的。你们荔枝全烂了，汁水漏的满箱子都是，臭死了！退款！缺斤短两，说好1斤到手，连7零都没有，没有冷链还敢卖荔枝，我要举报投诉你们！亲，那是运输意外，荔枝熟透了就这样，真不是我们的问题。如烟，他们都要退款，怎么办？怕什么？解释清楚就好了。好，你快解释。好什么好？全砸了！平台把我的账号直接封了。啥？疯了？那咱们的钱呢？小声点，别让村里人听见。全是退款和投诉，客户说荔枝全烂了，还有人要举报咱们没资质。那可咋办啊？人家还要咱们赔钱！我的天哪！那村里人问起来，我咋回话啊？就说物流慢，客户还没签收，半个字都不能往外漏。要是让他们知道账号封了，钱拿不到，咱们家立马被围住。先瞒住，能瞒一天是一天。坏了，他们怎么来了？闺女啊，稳住，千万别露馅。如烟、桂兰，我们来看看那荔枝卖的怎么样了。直播都过去1周了，钱该到账了吧？大家别急啊，物流慢，客户还没全签收呢，钱没到账。签收慢，这一般不3、4天就到了吗？这都1周了，说不准人家都吃完了。赵叔，你别听外人瞎说，就是快递耽误了，再等2天，等钱到了，保证一分不少给大家分。等都等1周了，你直播间几百单，就算慢也该到账了。你是不是把钱私吞了？我没有，我怎么会私吞大家的钱？你把手机拿出来，打开后台给我们看。看不到账单，今天我们就不走了。对，拿出来给我们看账单，别想瞒着我们。完了，瞒不住了，咱们的账号被封了，保证金动了，全是退款退货，我们1分钱都没拿到，倒赔钱。大家别慌，平台封号就是嫉妒咱们流量大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咱们不直播了，直接找其他收购商。咱们这荔枝这么好，有的是老板抢着要。你以为我们还能信你吗？当初就是信了你，路也没了，林老板也得罪了。好了，大家别吵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补救。如烟啊，你这靠谱吗？快递费都赔好几千了，咱们再也折腾不起了。叔，您放心，我这就联系。喂，是王总吗？我这儿有一批荔枝村顶级新鲜荔枝。荔枝村是林毅被赶回来的那个村吗？对，您知道啊，那太好了。是林老板没接的那批货吧？你们胆子挺肥啊，连林老板的鸽子都敢放，我可不想惹一身骚，我还想跟林老板合作呢。咋样啊，如烟？别慌，我再打一个。喂，是陈总吗？大量收购荔枝是吧？我们有上万斤。价格多少？本来市场价30，给您优惠20。20？你是还没睡醒吧？我这最多出5块，爱卖不卖。5块？你怎么不去抢？那你们留着自己吃吧。这就是你说的抢着要？抢着要个屁！你个败家玩意儿，你是要把全村人都害死啊？就是害死我们了！这不怪我，是那个林毅，肯定是他搞的鬼，他在封杀我们。你们想想，他为什么一走了之？为什么行业里没人敢收我们的货？就是他在背后搞鬼，他恨我要封杀我们。人家林老板给10块你不卖，非要卖20，现在好了，5块都没人要。活该！请大家再给我点时间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如烟啊，我们再给你2天时间，不然这荔枝真的放不下去了。赵叔您放心，您先带大家回去，我上学的时候认识的人多，肯定能找到人帮我们。大家也听到如烟说的了，围在这里也不是办法，大家先回去吧。闺女啊，快来呀，出大事了！妈，又咋了？我正打电话招新人呢。你快看，咱们的荔枝全坏了！怎么会这样？才1天啊！全黑了、软了，还长霉了，闻着都臭了，这可是咋办啊？
完了，彻底完了。闺女啊，村民们还等着分红，他们要是知道荔枝全烂了，会打死你的。妈，我不能待在这儿了，我得赶紧走。走？你要去哪儿？回城里。我在村里待不下去了，再不走被村民围住，我腿都能被打断。你走了我怎么办？村里人会找我算账的。柳如烟，你个小兔崽子，想跑？哼，我就知道你要溜。荔枝全烂了是吧？我们都闻到臭味了。你骗我们，坑我们，现在想一走了之，没门儿。我没有，我只是去城里想办法。想办法？你是想跑路？打死你这个骗子！别打了，我真的没办法了，荔枝烂了，我也不想的。押着他去老林家。老林哥，求你了，救救我们全村吧！你们这是何苦呢？我们错了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当初不该听柳如烟撺掇，不该毁约赶跑小易，现在荔枝全烂了，1分钱没赚到，还倒贴好多钱。老林，求你劝劝小易吧，他是咱们村出去的，他不能不管我们啊。是啊，哎，我试试吧，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我的。小易，爸求你件事儿，村里的荔枝全烂，走投无路，都跑到家里来求情了。我知道，他们知道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。你能不能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啊？爸，机会我早就给过了，是他们自己不要，亲手砸了自己的路。可他们毕竟是乡亲啊，是他们自己毁约贪婪不讲信用。爸，你不用再劝了，我不会心软。罢了，爸知道了。林老板，我们现在真的快活不下去了，烂果堆在晒场，臭的全村都是，有的人家连孩子学费都凑不出来，你就松松口帮我们处理一次，少收点钱也行啊。村长你也说了，荔枝都坏了，我怎么帮你处理？烂果收过来我卖给谁？我总不能拿自己的口碑和客户冒险。不是的，还有没摘的，树上还挂着一大批晚熟的，还没烂，还能救。借可以，但不是白借。那您是什么意思啊？保鲜设备、冷链车人工调度，全部按市场价租赁。先交押金，再用设备，1天1结，不拖欠。我可以帮你们保住最后这批果，但我不会再免费兜底。当初我给过你们情分，你们不要，现在咱们只讲规矩，不谈情面。给钱，我们给钱，只要肯借，多少钱我们都愿意出。设备我让人半小时内调过来。没摘的，对，树上还有好几千斤，品相还好，我们就是没冷链，没保鲜设备，再不摘下来冷藏，过2天也全烂了。李老板，求你了，把你的冷链车和保鲜设备借我们用几天。总算把最后这批果保住了。林老板这设备是真管用，凉兮兮的，果子一点没碰伤，没变软。是啊，这下稳了，这下肯定能卖出去了。咱们花了租金，费了这么大劲儿，总算没白费。村长，快赶紧联系收购商，咱们趁着果子新鲜，赶紧卖出去，把租金和之前赔的钱赚回来。放心，我这就联系，只要果做得好，他们肯定要。喂，杨老板，我是荔枝村的，我们有一批刚摘的晚荣荔枝，用保鲜设备存着，品相特别好，您收吗？荔枝村，算了，不收，你们村的名声都臭了，谁敢收你们的货？喂，李老板，我是荔枝村村长，有新鲜荔枝，刚保鲜好，价格好商量。荔枝村毁约失信那村是吧？别找我，我可不想惹麻烦，挂了。村长，咋了？没成？没人收，他们说咱们村失信，不敢收咱们的货。怎么会这样？咱们明明保住果子了，怎么还是没人收啊？肯定是林老板，他在行业里说了咱们的事儿，所以没人敢收，咱们这被整个供应链封杀了。闭嘴吧你！还不是怪你闺女。这可咋办呀？辛辛苦苦摘了这么多，保住了，可卖不出去呀！咱们真的没活路了吗？别哭了，哭也没用。与其让果子烂在村里，不如咱们去城里去找林毅。找林老板，他肯帮咱们吗？咱们当初那么对他。不管了，这是咱们最后的希望了。他是咱们村走出去的孩子，手里有客户有渠道，只有他能救咱们。就算跪，咱们也要把他跪心软。
都别愣着了，赶紧把荔枝装筐，咱们凑钱包车，现在就去城里，去林毅的公司。老板，楼下闹起来了，保安拦不住。闹什么？谁来了？是荔枝村的村民，20多号人拉着横幅跪在门口，说要给您赔罪，求您救救他们。真是讽刺！2个星期前，他们在晒场骂我黑心商人、吸血鬼，把我的设备晾在一边，把我赶出自家村子。现在跑几百公里来跪我，求我救他。老板，要不要通知保安、报警，把他们驱离？不用，让他们跪着。既然来了，就好好尝尝当初把我赶出去的时候，我是什么滋味。喂，李总，到楼下了是吧？好，我这就下去接你们。老板，是两广的供货商，我订的一批精品荔枝到了。林老板，久等了，这批荔枝都是今早刚摘的，全程冷链运输，品相绝对顶尖，您放心。辛苦李总了，快，我看看货。您尝尝，咱们两广的晚熟荔枝，甜度足，水分多，而且我们严格审检，没有一颗刺果。不错，和之前样品一样好。林老板，这两广的供货商，我订的精品荔枝，全程冷链，严格非检，品质比你们的好太多。你们毁约了，我总不能等着你们吧？林老板，这些是没什么，一群失信的乡亲来求我收他们的烂果子。林老板，咱们这批荔枝价格也实在，就按之前说好的9块钱一斤，全程冷链配送，保证新鲜。而且咱们有完整的资质，完善的售后，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。9块。怎么会这么便宜？我们的荔枝不如人家的好，还没人要，人家的荔枝这么好，才9块。林老板，求您也收了我们的吧。我们不要10块，我们也9块，不8块也行，只要您收了，多少都行。你们的荔枝配合人家的比吗？人家的荔枝严格筛检，没有一颗刺果。你们的荔枝没分检就算了，还有磕碰，就算用了我的保鲜设备，也只能撑3天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们失信毁约，名声扫地，就算白送也没人敢要。李总给我9块，是因为我们讲契约、守信用，是长期合作的信任，而你们连最基本的信用都没有，就算给我1块，我也不会收。林老板说的对，我们做农产品生意最看重的就是信用。失信一次，就再也没人愿意合作了。这批荔枝，我们也是冲着林老板的信誉才给的这个优惠价。辛苦李总，安排人把货卸了，送到仓库，按合同结算。好嘞，李老板，马上安排。